这边龙家人在商量着如何夺得龙庭的信物，那边的龙庭接到龙拓的电话后，他在龙拓挂断电话，并没有行动，该干嘛还在干嘛。倒是初九有点担心，见他没有行动，忍不住问他，少爷穆妈妈和师傅在龙家那边了，咱们不去接他们吗？龙庭淡定的道，放心吧，他们赶去就能出来，龙家那点人还拦不住师傅。可是穆妈妈，他们出去那一趟明显是当诱饵的，能不做好万全之策？不说师傅很能打，就是师傅身上带着的那些药呀、毒呀，都够那些人喝一壶。咱妈虽说没有师傅那么厉害，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不会有事的。龙庭对养母以及师傅信任得很，觉得师傅赶去那一趟就不会真被龙家当成人质，能拿他师傅当人质的人还没有出生呢。师傅还怕龙家那边半夜不来偷东西，他俩去当了几分钟的人质，只要龙拓父子俩还有智商，都会想明白很多事，然后半夜3更他们必定会过来，甚至龙拓本人都会亲自来一趟。他一旦拿出家主信物，公开承认身份，龙拓父子俩经营30年的成果就被他摘了果子，他们哪里肯甘心？所以为了自保，他们会千方百计偷走信物。家主的信物倒是容易偷，但那图腾却偷不走，他爸妈将图腾刻在他的后背上了。龙家父子根本偷不了，而想成为真正的家主，那几样东西是缺一不可。据师公生前帮他打听到的，图腾不仅仅是家主身份象征之一，还藏着龙氏家族先祖的一个秘密，可能和财富有关。也就是说，图腾还有可能是一张藏宝图。龙氏家族在 H 市落地生根到如今，经过100年，传承了数代。先祖那个年代处于封建皇朝末期，世道乱，但有钱的是真有钱，金银珠宝无数。以前的人的确会弄个藏宝库，然后画个藏宝图留给子孙后代。H 市的龙氏家族先祖估计就是那样做的，才会有图腾。这些只能交给当家人，也就是原配嫡系一脉，代代传承下来。真正知道图腾真正意义的估计就是家主。如果真是藏宝图，那些宝藏就是先祖留给后世子孙在困难时用的。代代家主能力都不错，将家族事业打理得很好，也照顾到族人，将一个家族发扬光大。他们不需要动用到先祖留下来的财富，那图腾渐渐就成了一个家主以及权力的标志。真正的意义别人不知道，就算听说过一些，也只是听说，没有办法求证，谁知真假。估计龙老头子都不知道图腾真正的意义，他属于旁系，知道的没那么多，他只知道要拿到那几样东西，才能成为龙氏家族真正的当家人。只要成为真正的家主，他们拥有的比现在多1倍都不止。双方交手无数次，龙庭的本事他们是领教过了，虽然还在继续一次又一次的暗杀，也知道结果不会响，杀不了龙庭，但能偷走家主信物，他们也能成为真正的家主。这估计就是龙家父子今晚的计划，推而求其次，认为他们拿到信物就能成为真正的家主，能调动那些精英，就能将龙庭送去和他父母团聚了。初九问，咱们就什么都不做？龙庭说道，等着就是，需要我们过去，师傅会打电话给我的。顿了顿，他又说道，咱们也可以去半路上等着，需要帮忙就帮忙打一架，不需要帮忙就半路接他们回来。初九立即说道，那赶紧的。龙庭看他那副担心着急的样子，边起身边笑道，不用担心的，看看咱俩就知道了，师傅是咱们的师傅，还能比咱俩差？说不定咱们一群人都不是师傅的对手呢。他是乐观的很，也相信师傅能应付。穆妈妈虽说没有师傅那么厉害，但在大家族里当了20几年的当家太太，也不是吃素的。两人没有足够的把握，也不会主动去冒险。况且龙家父子并不敢真的伤到两人，是不用担心，去看一下师傅实力有多强也好呀。龙庭笑，最终他带了8名保镖，包括初九在内，开了3辆车出门，前往龙氏家族老宅。在半路上就遇上了大量的警力，他们放慢了车速，按下车窗看个热闹，缓缓靠近了他们，看清楚了，有一段路上横七竖八躺着不少黑衣人，有些在哀嚎，有些挣扎着想起来，
始终没有力气爬起来，还有人在地上打滚，拼命抓痒痒的，更多的是被打得脸青鼻子肿嘴角流血。穆妈妈和师傅坐在副驾驶座的初九看到了穆晴妯娌俩，也看到了匆匆赶来的龙家父子孙3代人。少爷你磨磨蹭蹭的，咱们来晚了，没有看到师傅出手。初九扭头抱怨了龙庭一句，现在只能看到结果。龙庭也有点遗憾，他说道，怪我，没事，半夜3更还能看到，就算今晚看不到，过几天晚上都能看到的。他让司机开到前面去，然后靠边停车。是穆琴报警的，他告诉警方，龙老头派人请他妯娌俩过来，说是做客，其实是想扣他俩做人质，威胁龙腾集团的老板，因为他们是龙庭的贵客，他们好不容易逃出来，龙家的保镖还开着车一路追赶而来，想将2人再抓回去，然后他们俩被迫反抗他妯娌会拳脚功夫厉害了点儿，就将龙家的保镖揍得落花流水。他功夫不怎么样，用的是妯娌给他防身用的羊粉。他们俩属于正当防卫，龙老头一家子涉嫌软禁，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，还派人追杀他们当然要报警处理。H 市的警察处理龙氏集团和龙腾集团的矛盾已经成为家常便饭，知道2家集团是死对头。每次龙腾的老板家里进了贼，被揍了一顿后就报警，将人交给警方处理，并调查背后的指使人。龙腾的老板指向龙家的代理当家人，人家又不承认。总之2家明争暗斗得很厉害。今晚发生这样的事也不奇怪，只是龙家的保镖未必太差劲了点儿，被2个女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怪不得龙氏集团越来越不如龙腾集团了，这样的水平怎么跟叶龙庭斗？这样一折腾到深夜11点多才回到家。进屋，程玲玲就对龙庭说道，龙庭去给师傅做点宵夜吃，耗了不少的体力，饿了也来一瓶好酒，好久没有喝过酒了，今晚和你穆妈妈喝2杯初酒。立即接过话来，师傅我去做你和穆妈妈，想吃什么随便什么快就做什么，让龙庭去做他是我正式的徒弟，给他孝顺师傅的机会。程玲玲径直走到沙发上坐下来，不让初九代替龙庭去做宵夜。初九，你陪妈和师傅聊聊天，我去做吃的。龙庭也不让初九进厨房，他自己进了厨房。师公还活着时，2个人跟着师公生活，什么活都要干。做饭那是常事，师公是很少会下厨的。龙庭才几岁大的时候，都是他下厨学着做饭，给师公吃。刚开始他做的很难吃，师公也不嫌弃，指点他怎么烧菜才好吃。他慢慢学多练，到师公离世时，他和初九已经练出了一手好厨艺。初九去给2人各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师傅你们动作也太快了吧，我和少爷还没有赶到，你们都把人放倒了。既然长辈指定了要让少爷尽孝，初九也不好再和少爷抢着做事，只得陪着2位长辈说话。面对穆晴妯娌俩，初九话多一点，他一坐下就说道，少爷接到龙家的电话，着急忙慌地带着我们赶去救你们，结果半路上就看到了。程玲玲端起那杯水喝了大半杯，天气热消耗的体力多了，就想喝水。放下了杯子后，程玲玲又拍了拍手掌，说道，好久没有那么过瘾了。龙家的那些保镖还是能打的，就是离高手差点距离，我又带着不少羊粉，他们避之不及的都养死了。那东西沾到了，都不用我动手，你穆妈妈就能将他们放倒。省了我很多功夫，我就对付那些避开了羊粉的保镖，分工合作，不就将他们放倒了？龙家就那些人吗？程玲玲持着怀疑的态度，龙老头一伙人当初能灭了家主一家人，没点本事怎么可能成功？初九答道，明面上的保镖就那些，保镖个个身强力壮，也会点功夫保护他们的日常，那是绰绰有余的。真正厉害的，他们不会放到明面来。是杀手很多，还是那种死士？那些杀手任务失败，就算当场没有自杀，被抓进去后也会千方百计自杀，骨头硬得很，没那么好审讯。他们是宁愿死也不叛主的。这些人都是孤儿，背后没有亲人了，是龙老头养大的，培养出来的，当然也轻易不会让他们出任务，怕被毁了得不偿失。以往龙家派过来暗杀少爷的杀手，
只有一个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死士，由死士出面去顾难。些江湖杀手过来行事，龙家是不会留下把柄。任务失败时，那名死士往往就死了，而是他请来的江湖杀手。江湖杀手只知道他是雇主，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死士花的重金都没有走龙家的账，这也是那么多杀手过来，被关门打狗，落入警方手里，就算知道是龙家做的，到最后还是不能拿龙家父子怎么样。穆晴也喝了一杯水，见程玲玲也喝完了水，他拿过程玲玲的杯子，起身就要去倒水。穆妈妈，我来。初九赶紧起身要去拿杯子。不用妈妈，自己来就行，这是你和龙庭的家，我是你们的妈，来你们家里，我是等于住进了儿子的家，像回自己家里一样。穆晴那样说，初九只得重新坐下来。